我把零头给你抹了，400就行。这件是新单啊。好。喜欢的话里面请尝去试衣服。这单子，来，给我吧。穿好了再来啊。好。走。前面右手边就是啊。好的。把帘子拉好。怎么样嘛？从早上到现在，第10件了。多亏你终于开窍了，肯过来帮我。光口头上说是不够的，我要的是提成。我还能亏待了你啊？哎，在我这儿总比你去拍那个泳装挂历强吧？以后都不许再提这个事儿啊！丢死人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知不知道销售代表是怎么回事？销售代表，应该就是卖东西推销员呗。怎么了？今天小桃把陈爷给带走了，说参加什么动员分享会，介绍他去做销售代表，卖那种医疗器械，挺好啊，都比他现在强啊。哎，我觉得还是看仓库工作比较稳定一点。哼，现在这个时代，稳定意味着什么？一穷二白。我跟你讲，高风险才有高利润。那个公司叫朝威，你回头问问刘强呗，你看看他合不合法。刘强也不知道啊，回头我还是帮你问一下贾方舟吧。哦，打住啊！我不需要你瞎问，不要问了。你紧张什么呀？哎，你是不是把人家金龙鱼炖了？你怕他笑话你呀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今非昔比啦。现在呢，你的姐姐最大的优点已经不是长得漂亮了，而是脸皮厚。吃好了，来。哎呀，真好看，很舒服吧？这个面料，你照照镜子自己看一看。哎，大哥，爽！哎呀，老板，再来2瓶。哎，我也要1瓶。来，喝吧。好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等过2年，咱们也干到地区销售经理，赚的指定比他们还多。对，这是个事儿，值得干。那你什么时候入职？明年后年？哎，让陈爷冷静冷静。你也是的，就这么一会儿就被洗脑了。哎，什么叫洗脑啊？这叫激情热血。你们2口子是真不打算跟我们干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到时候我和陈爷赚大钱了，你们可别眼红啊！主要呢，我们现在收入还挺稳定的，对赚钱没有太大欲望。对，我们不眼红。好，我眼红啊！我眼都快红成兔子了，行吗？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吧，葛欣怀孕了。真的，好事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行啊你。可以啊！哎呀，但是话说回来，这孩子来了挺不是个时候的。你想我们俩也没什么积蓄，也都刚丢了工作，葛欣原来还想给打掉，我没同意。所以说啊，哥们儿为了他们娘俩，那只能加倍努力，使劲赚钱了，对不对？行，回头跟人家里商量一下，考虑一下，咱们一起干，拼了！来，拼了！加油！对了，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？你看，苏娜，在哪儿碰到了？就我在朝晖公司等你那会儿，我看到她在卖保险呢。嘿，还挺有缘分的嘛。哎，你跟他说话了？没有，人苏娜要多骄傲一个人啊！现在低三下四的卖保险，被人像苍蝇一样往外赶，那不能去伤他自尊吧？还怜香惜玉。堂堂院长千金转行卖保险，也是不容易。这么看来，这小男孩更可疑了。又瞎说话。不是你听我说呀，啊，你想，苏娜生了孩子，对吧？她按理说她在报社挺好的，她为什么出来卖保险？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哎，那我也是为了孩子才换了工作，那说得过去啊。那她老公呢？她爸妈呢？没有一个人来帮她，奇怪吧？哎，你的意思是苏娜是单亲妈妈，她自己一个人带孩子？没错，
如果这孩子是陈坤的，他被爸妈一怒之下给赶出家门了，只有这一种解释。有点道理。哎，我觉得不会了。我觉得都别瞎想啊！这上面这不有电话呢吗？打个电话去问一问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哎，对，你要不放心，问问呗。不合适吧？不问你永远都不知道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岂有零钱？快走快走！哎，你买啊！大盘多少钱哎， 8瓶是吧？8瓶多少钱？8块。 8块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您好。您好。先生您好，哪位？喂。喂，先生，您在听吗，先生？啊，我。您是朝威集团的吧？啊，对，我是。那你一定是看我留下的资料了。那如果你有投保意向的话，咱们找个地方见面聊一下好吗？见面。好的。快点。先生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有。那么这样，我们到那个西南路的紫飞鱼茶楼，我现在幼儿园接孩子，咱们就定4点半那儿见好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先生您贵姓？我姓陈。陈先生您好，是这样的啊，我一会儿可能会带孩子一块儿去，希望您见谅。一会儿你到茶楼看到一个带3岁孩子的那人就是我了。行，一会儿见啊。哎，好，陈先生一会儿见啊，拜拜。不想知道真相了，勇气。哎，你实话实说不行啊？你骗人家干嘛呀？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见了面再说啊。请问你要喝点什么？给我一杯温水，然后别的一会儿，我朋友还没来。哎，宝贝，书包给妈妈。小坤，妈妈上趟洗手间，你在这看书啊。那个看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个好不好？妈马上就回来。哎，把椅子，哎呦，哎，不要跟别人说话，听到没，宝贝？拜拜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小朋友，还记得叔叔吗？叔叔好。乖。你妈妈呢？去厕所了。哦。你在看什么书呀？哎呀，孙悟空啊！哈。你叫苏小坤啊？你爸爸呢？你爸爸在哪里啊？你告诉叔叔，你爸爸是谁？你爸爸在哪里啊？啊，苏小坤，你爸爸是谁？啊，你告诉叔叔，你爸爸是谁？你爸爸呢？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！你爸爸是谁？你告诉我，你说。陈毅，你干嘛呀？放开孩子，吓着孩子了。不怕，宝贝，不怕。他爸爸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他叫苏小坤啊。那又怎样啊？给孩子起人名字是我的权利。我约了客户，你没什么事先走吧。说陈烨，你就是陈先生，啊？
你无聊。走，老公，咱走。苏娜，哎，苏娜，哎，你放开我！你告诉我，这个孩子父亲是不是陈坤？不是。那你干嘛叫他小坤呢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？走。苏娜，这是我呼机号，有事打给我。我不需要。玩不玩？不玩，太热了。就是热才要玩的呀。心静自然凉。就玩一次好不好？石头剪刀布，三句两声好吗？石头剪刀布。来，老规矩，100下，别赖。1、2、3，都8月底了，怎么还那么热呀？这叫秋老虎发飙。照这个势头，想要凉下来还得1个月吧？1个月？啊，那不得热疯了。我就当是减肥了。要不咱们买个空调吧？买什么空调啊？一个空调好几千块钱，就咱俩那点工资，别做梦。现在是没钱啊，等我干上销售就有钱了。你信不信？等我干上销售，不出2个月，空调绝对到手。2个月？2个月之后都盖棉被了，谁还吹空调啊？那你不懂了吧？盖棉被吹空调，这是人生一大享受。再说了，现在空调啊是冷暖双用的，冬天我们可以吹暖风啊。你就那么想干销售啊？为什么不？挣钱多，前景好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许拦着我啊。我不拦着你，只要你妈同意就行。认真点。多少下了4下。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刚干了半个月你就想辞职，反了你了。我过这半个月就像过了半辈子一样，太难熬了。难熬你慢慢的熬。为了你进厂，我拉下这张老脸，我求了多少人啊！要不是老江头提前退休的话，你根本进不去。你也知道，我是接老江头的班，我一个年轻人干一个老头的活，那我后半辈子就只剩下一个梦了，一个大噩梦。对呀，妈，你说陈野现在正是拼事业的年纪，对不对？让他去看仓库，真的确实有点。拼事业，他也得有事业可拼呐。我怎么就没有事业了？我有大好的事业，大好的前程啊！你得了吧，就是那个什么代表啊，你快拉倒吧你啊！你又不是做生意的料，那几万块钱赔进去还不够你买记性的。哎呀，这是两码事，妈，你不懂什么叫销售。我怎么就不懂啊？不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吗？把白的说成黑的，黑的说成白的，净瞎骗人。哎呀，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要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。对呀，妈，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试试呗，试一下，没准就成了呢。招娣啊，陈野几斤几两，你心里知道的，是不是啊？男人是要有上进心，但是你不能拿鞭子赶着他往前走啊！他要是没那么大本事，一脚踏空了呢。过日子要脚踏实地，你一山看得一山高，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妈，干销售是我自己想干的，跟招娣没关系啊。没关系才怪呢。陈野啊，爸呢，并不反对你那个，还是老爸开明，不阻拦我赚大钱。你看他那个嘴脸，他掉钱眼里去了。我话还没说完啊，赚不赚钱咱们另说。我倒是担心一件事，陈野，你销售的是药吧？千万得谨慎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们这个产品啊是经过国家认证的，而且是医生过了关才可以正式投入使用。哦，
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绝对不同意啊！你这么瞎折腾，我告诉你，没好果子吃。哎呀妈，你这样说也不对，怎么能是瞎折腾呢？没准陈野那就是大器晚成，对不对？你瞧不上你儿子，我很看好我丈夫，他没什么优点，但是口才好呀，还算勤快，所以我觉得他挺适合做销售的。没准他干着干着，在销售这个领域，他就能建功立业，一马头筹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妈，我觉得要不给他一个机会，没准还你一奇迹呢。还护上了，找了个好老婆。是的呀。我跟你说啊，陈野的劲头立起来了，你少泼冷水啊！我不泼冷水，他们就热昏了头。现在年轻人流行先就业后择业，工作合不合适，干干就知道了，懂吗？跟你们说不通。老婆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平时对我冷嘲热讽的，对吧？其实内心对我特崇拜，是吧？崇拜个屁！谁崇拜你呀？我跟你说啊，牛皮都已经吹出去了，你好好干啊！要是这次干不出点门道来，我就让你遵命，遵命，遵命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我的狗粮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我相信你。陈野，哎，孙经理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放松点儿，都是自己人。对呀，小桃是我妹夫，那我就把你当弟弟看了。我们销售这一行呢，虽然水有点浑，但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带着，保证呛不着你。陈野啊，我们销售这一行可是一条不归路啊，放眼望去，那都是一堵又一堵的高墙，你要做好撞得头破血流的准备啊。孙哥，我跟小桃一样，之前都是开路的，没人比我们更清楚从一路荆棘到金光大道是怎么回事。对，是南墙还是金子，总得撞撞才知道。好，好，要的就是这个决心。哎，这个啊，是我们朝威公司最新研发的超声波洁牙机，交给你负责。来，来，这一片是我们公司的空白地带，里面有5家2级医院，你先跑跑看。实话跟你们说啊，这么做啊，有缺点也有好处。缺点呢，一来是路程远，二来呢没有开发，缺乏一手的资料和情报。不过好处也很多呀，你想想，一张白纸，它的潜力是不是最大的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哦，明白。它既可能成为一道南墙，也可能成为一座金山。对喽，来来来，魏明宇是3院口腔科的主任，以前呢在省立医院干过，医术一流，就是脾气有点古怪，特别是在用药方面有点死心眼儿。我们好多同事啊，攻关了他1年，吃了1年的闭门羹，最后放弃了。我希望你去跑跑，把他的脉，看能不能把住他的脉门。那孙哥，我先回去研究研究，3天以后正式工作。好，祝你马到成功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好好。你要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别问我啊。哎，孙哥再见啊！再见再见。哲哥，既然这魏大夫这么难搞，你为啥把他给陈野呀？不派他去，你去啊？我不是这意思。大医院啊，都被那些老销售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给占下了，他一个新人，还指望坐享其成？我就是怕他没经验，应付不来。哎呀，公司有公司的策略，老人不行嘛，换个新人试试，说不定另辟蹊径呢。来，我
我给你安排一下你的工作任务。来，坐坐坐。咱们是这样，咱们下一步主推的产品是口腔局部麻醉剂，就是利多卡因。哦。哎呀！这车怎么开的？开车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小伙子没事吧？哎，你好，请问那个魏明宇魏主任在哪间啊？你找魏主任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是朝晖公司的。哦，你是医药代表吧？喏，瞧见了没？我们魏主任啊，只看病不见客。这个新的牙套啊，要2周以后才能做好。这个牙套呢是个临时的，如果不舒服的话，随时找我，我再给你调啊。谢谢魏主任。应该的。小安啊，等会儿再叫好，我去趟卫生间啊。哎，找谁呀？啊，我找魏主任，我是他侄子，跟他约好的。你不是医药代表吧？我当然不是啊，怎么可能啊？真的，天女小狗。哦，魏主任去洗手间了，您要不里边等会儿？行，那谢谢你啊，我就在这儿等。主任，您侄子来了。我侄子。魏主任你好，你谁呀？你看，出去，出去！这款是我们朝晖公司最新的洁牙器。我告诉你，我很忙，请你不要打搅我的工作，带上你东西出去。那我简单的跟您说一下，出去！哎，小安。哎，主任。哎，你怎么搞的呀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怎么还随便把人带进来？对不起，主任，他说是您侄子，我这就让他出去。我走，你快出去，我后面还有好多病人，你别耽误。好，走啊！骗子！哎，我没骗你啊，我确实不是医药代表啊，我卖的是医疗器械，我是医疗器械代表。你强词夺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平时找魏主任的销售是不是特别多啊？他一个都不接啊？你说对了，你魏主任就是一个都不见，他只见病人。你有病吗？你有病他就见你。我跟你说，我有病。神经啊你！回去啊，别吃刺激性的食物啊。下周1来复查啊。下一位。嘿嘿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主任，他挂号了，我没办法。魏主任，我看病的。真病假病啊？真病，我牙疼。好，躺下吧。你是朝晖的吧？对。你们公司来过2拨人，没有你吧？没有，我是新来的。我们公司最新款这个洁牙，把嘴闭上。哎，抬头。
张嘴。牙怎么了？啊，个牙疼。这牙有个龋齿啊，怎么就剩半拉了？客人啃骨头吞了。有感觉吗？疼。这牙的根管坏了，如果你继续修复的话，是亡羊补牢。我建议啊，你拔了重镶一颗。啊？要拔牙？对呀，去拔。你拔不拔呀？你要不拔，我就叫下一个病人。我拔。小胡，准备麻药。好。这里。好了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不到我的舌头了？哎，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超声波洁牙机啊，比传统洁牙机的优势在于，它效率高，速度快，然后创伤小。现在社会很多大医就已经开始用我们这个东西了。消费去吧。我都留了半颗牙给你的，你就多听我说两句。你那半颗牙呀，我可以送给你啊。是，你还挺幽默的。你是我的病人，挂了我的号，我就得给你看病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但是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没有义务听你推销，你的洁牙机我们不需要，明白了吗？对，主任，你就当给我面子呗。我老婆还等着我拿佣金给她买空调呢。你老婆吹不吹空调和我有关系吗？小安，下一位。见识到我们魏主任的厉害了吧？你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吗？魏红灯。魏红灯？就是他通通不会给你们这些人开绿灯，一律不放行。怎么了？没拿下来啊？厕所的石头又臭又硬。别着急啊，这公司都派人攻了1年多都没攻下来，你咋了？攻1天就想拿下来？慢慢来啊，别急。这怎么干的？教教我呗。只要坚持不懈，努力就行。谢谢。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牙你怎么还带回来了？那可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开玩笑。牙都没了，晚饭吃了吗？我哪有心情吃啊？我今天在医院待了1下午，还自己掏了腰包拔了牙，结果跟那个魏主任一句整话都没说上，你说我冤不冤啊？要我说啊，你这颗牙早该拔了，免得你3天2头都捂着腮帮子。怎么了？打退堂鼓了？不可能，我陈也不会轻言放弃的。我想过了，我一共28颗牙，加上2颗智齿，30颗牙，拔了我1颗，还剩29颗。我就不信我牙齿拔光之前，我1台都卖不出去。别逗了，谁愿意听一个没牙老头销售啊？小姑娘，我是财务的代表陈野，你买不买？你不买也得买。我不买。你痛啊！魏主任早。魏主任早。又是你。魏主任，我给你买早饭了，有豆浆，有烧饼，有鸡蛋，时间特别好，特别新鲜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在医院里瞎溜达，我管不着。但是，你今天要敢越过这条线，看见了吗？这条线，我就要叫保安了。叫保安，你明白吗？
小安，你带着拍个片子。好，谢谢你，魏主任。走吧。季修竹，哎。 主任，你看过我的资料了吧？你看什么呀你？主任，不可理喻。哎，不是，主任，等等我。魏主任好。魏主任，吃饭去啊？哎，别老吃食堂多没意思啊！我这儿有热腾腾的生煎包，可香了。来，你闻闻，怎么样？吃吧。 真香啊！什么馅儿的？韭菜鲜肉的。我不吃韭菜啊。没事，这盒是虾仁的。哦，还有虾仁的啊？可我海鲜过敏啊。宝贝，妈妈要迟到了啊！舒娜，又见面了啊？来看病啊？孩子有点感冒了。小朋友，你看病啊？哎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咱改天聊。来，快点，多走2步，快跑！妈妈要迟到了。来，书包拿下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 董主任，哎，你好，我在医院呢，孩子生病了，我马上就回来，20分钟，20分钟一定赶到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谢谢啊，您千万别扣我工资啊！哎，我马上回来。周奶奶是我房东，就住在我家楼下。她年纪大，有点耳背，你敲门的时候大声一点，她就能听得见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实在赶时间，又不能带她到单位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安全把她送回去。谢谢啊，小坤，听陈叔叔话啊，妈妈晚上到周奶奶家接你，听到没？我走了啊。行，你去吧。哎。我们走吧。 叔叔，我肚子饿了。你肚子饿啊？你吃不吃生煎？不吃。那你要吃什么？汉堡包。这儿哪有汉堡包啊？前面就有。啊？你怎么就在熟门熟路的？妈妈老是来带我看病。哼，年纪不大还是个病秧子。走，叔叔带你吃汉堡包去。汉堡包，放心。 这个月的营业额明天就统计出来了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个月的营业额很不理想。王主任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迟到还磨蹭什么？赶快进去。干保险的需要的是热情、勤奋，你们做到了没有啊？特别是做了1个2个月还没有出单的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脸皮薄的最好别干这行。 行了，赶快工作吧。喂，你好，江总啊，来交给我。你好。这个交给我。收拾。吃饱啦？嗯。呀，你怎么吃了一嘴的番茄酱？哼，喜欢叔叔吗？嗯，叔叔伸手。啊？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送给叔叔的？嗯。真乖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哎，小坤是不是这儿？嗯。走，上楼去。我想大便。
大便那去周奶奶家大便好不好？我不在自己的家，我便不出来。你妈也没给我你们家钥匙，我总不能为了你的一泡大便我去撬门吧？不用敲门，我有钥匙。哦，你有钥匙啊？那行。哎呀！在这边。哦，这儿啊。叔叔，我去上厕所。哦。小坤，叔问你啊，照片上这个人你认不认识？他是不是我爸爸呀？妈妈经常拿这张照片哭好久好久。你怎么来了？苏娜，小坤是不是陈坤的儿子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如果他是陈坤的儿子，就跟我有关系啊，我要负责的。负责？你能负什么责啊？我最后说一遍啊，这个孩子跟你们陈家没有任何关系。那小坤的爸爸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回去吧。你告诉我就回去。他是我跟谷广川生的。谷广川？就我们一起上托福的那个长头发那个谷广川，不可能吧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他一直在追我们俩就结婚了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那他现在人呢？离婚了。离婚了？对，所以我生下小坤我就跟他离婚了，离完婚我就把孩子的名字给改了，我就跟家里闹翻了，我就带着孩子搬出来了，就这么回事儿，知道了吗？走吧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要把陈坤的照片和小坤的放在一块儿呢？因为他们都是我最在乎的人。苏娜，当时是陈坤对不起你，让你受了很大的委屈。如果小坤是陈坤的儿子，那我们都能帮你。你还不信？你看。我有过一段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婚姻，我生下了一个孩子，我想隐瞒孩子父亲的身份，我想抹掉这个男人在我生命中的一切痕迹。我有错吗？对不起啊，是我想多了，我以后不会来打扰你们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魏主任，您下班了？啊，下班了，回家吃饭。那我明天再来。主任再见啊。哎，小陈啊，你来一下。哎，
我有3个问题要问你一下，如果你能答上来，咱们明天再谈；如果答不上来的话，咱们今天可就再见了。行，您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这第1个问题，现在市场上有多少个品牌的解压机啊？外资、合资还有本土品牌，一共有22家。在这22个品牌的解压机里面，和你们的解压机性能结构大致一样的，都有多少个型号？韩国 DDS 有一款 X570，美国的斯贝尔康有 P66，还有 P662，还有苏州中法合资的特尔科技也开发了一种T270，这4款和我们的产品比较相像。我补充一下，斯贝尔康已经出了新一代产品了 ，P664，半个月前上市的。啊，真的啊？嘿，看来我的资料该更新了。第3个问题，既然市场上有这么多个同类产品，那么我为什么不选一个老牌企业，或者说是口碑好、销售业绩好的产品，而非要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朝威呢？哦，那是因为你不用跟我背资料，你的资料我都看过了。我是要一个从心里能够说服我的答案。消失是什么意思？消失就是没有的意思。嘿，你曾遗失在冬夜月光下，只剩孤独拖着你走，那些疲倦后还扔下的伤痛，随着风消失在过往。嘿，你曾听见了密云笑你傻，不肯数却只能低头，那些倔强后再留下的泪都带着你飞翔到远方。路太长，难免受伤，从今后不再失望。你又想起那些离